在韦伯望远镜升空之前，天文学家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傲慢的一群人。真的，他们太自信了。他们告诉我们，故事已经讲完了，宇宙大爆炸、暴胀、冷却，然后是漫长的黑暗时代，直到4亿年后，第一颗恒星才羞答答地亮起来。这是一个完美的剧本，这就是所谓的标准宇宙模型，它就像是一个1000块的拼图。科学家们觉得自己已经拼好了999块。发射韦伯望远镜是为了什么？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为了把最后那一块拼图放上去，走个过场，验证一下人类有多聪明。这本该是教科书上写死的真理，不可能出错，绝对不可能。深空数据传回地球的那一刻，并没有掌声，控制室里只有死一样的寂静。负责处理数据的研究员愣住了，他们第一反应不是发现了新东西，而是机器坏了。他们反复擦拭眼镜，检查代码，甚至怀疑是望远镜的透镜上沾了灰尘。为什么？因为数据不仅是不对，数据是疯了。这就像你打开自家前门，却发现外面不是街道，而是侏罗纪公园。澳大利亚斯温伯恩理工大学天文学家 Ivo Lab 盯着屏幕，手都在发抖。他看到了不该存在的东西。在宇宙大爆炸仅仅几亿年后，也就是宇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出现了一群怪物。这些星系太亮了，太大了，也太老了。按照我们现有的理论，那时候的宇宙应该只有稀薄的气体，根本来不及造出这种巨物。Lab 在深夜给同事发了一封邮件，这句话后来成了天文学界的梦魇。我们要么是发现了奇迹，要么就是我们过去50年所有的物理学全都搞错了。也就是在那一晚，大爆炸理论的承重墙裂开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错误，这是一群有组织的入侵。Lucas Fertak 和他的团队在数据里筛选，发现了一类前所未见的天体。为了方便称呼，天文学家给了他们一个听起来人畜无害的名字 Little Red Dots 小红点。听起来很可爱，是吧？就像草莓上的斑点。别被骗了，在天体物理学里，红意味着极度古老，小意味着极度紧凑。而当这两者结合在宇宙黎明时期，它就不再可爱了，它是恐怖，它是那种让你看一眼就会背脊发凉的东西。来看看这组让人窒息的数据。这些小红点的体积小得可怜，半径只有银河系的2%，甚至还没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星团大。但是当你通过光谱分析计算它们的质量时，你会以为计算器坏了。它们的质量竟然和今天的银河系相当，甚至拥有比超级黑洞还要疯狂的密度。这概念就像是什么呢？这就像你把整整一座喜马拉雅山硬生生地压缩进了一颗玻璃弹珠里。这不符合引力坍缩的规律，这不符合恒星形成的速度，时间根本不够。宇宙即使没日没夜的加班，也来不及在那个时间点造出这么重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局面非常尴尬，我们要么承认宇宙在撒谎，物理定律在早期宇宙失效了，我们要么承认是我们的尺子坏了。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个婴儿并没有真的举重，那个红点也不是真的重？如果我们测量的质量并不是它原本的质量呢？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只是一个庞然大物，硬塞进我们要狭窄视野里的一部分呢？这听起来很疯狂，但这是唯一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将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可怕的领域，第4维，回到那个举重的婴儿。如果不符合逻辑，那通常意味着我们的前提错了。如果他根本不是一个婴儿呢？如果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巨人的手指尖呢？让我们把时间倒回1884年，回到那本著名的平面国。现在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蚂蚁，活在一张2维的白纸上。你的世界只有前后左右，没有上和下，你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球体。这时候有一颗3维的球穿过了你的纸面。作为蚂蚁，你看到了什么？你看不见球，你的脑子处理不了那个维度，你只能看到一个圆圈，凭空出现，从小变大，再从大变小，最后凭空消失。
对你来说，这简直是幽灵。这里才是最细思极恐的地方。如果这个穿过纸面的球质量巨大，比如是一个铅球，作为蚂蚁，你会发现一件极其恐怖的事：你面前这个小小的扁平的圆圈，竟然拥有不可思议的引力。你拿出2维的尺子，怎么算都算不通，这不可能。这么小的面积，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质量？你算不通是正常的，因为质量不在圆圈里，质量在那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球体里。圆圈只是那个3维物体在你的2维世界里留下的一个脚印。这不仅仅是思维游戏，这正是哈佛大学物理学家 Lisa Randall 毕生研究的课题层级问题。物理学界有一个从未解开的尴尬死结：为什么引力这么弱？弱得可笑。相比于电磁力、强合力，引力简直就像是一个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兄弟，弱了整整10的30几次方倍。这不合理。宇宙中最宏大的力量为什么最软弱无力？ Lisa Randall 给出的答案让人背脊发凉。引力并不弱，引力其实很强，只是它泄露了，它大部分都流到了我们看不见的第4维。看着这个实验，我要你看着它，一枚小小的磁铁，它在对抗谁？它在对抗整个地球。地球的质量是60万亿吨，它拼了命的把回形针往下拉。但是你只需要这么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磁铁，轻轻一吸，就能战胜整个地球的引力。看到了吗？这就是证据。电磁力紧紧地粘在我们的3维世界里，所以它很强。而引力，它大部分都流失到了高维空间，我们感受到的只是它剩下的一点点尾气。现在再次看向韦伯望远镜里的那个小红点， Lucas Fertak 算出的数据没有错，那个红点确实重得离谱，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星系，它是高维物质穿过我们这个魔宇宙的切面。我们在用2维的体重秤去称量一个4维巨人的脚趾，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如果 Lisa Randall 是对的，如果那个小红点真的是4维投影，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那个切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太落后了吗？还是因为我们的软件被谁锁死了？说实话，这也是困扰我最久的问题。直到我看到了那份报告，如果我告诉你的大脑其实一直都能处理高维数据，只是有人或者有东西加上了一把锁，你会怎么想？这不是玄学，这是神经科学最疯狂的发现。瑞士蓝脑计划 Blue Brain Project， 亨利·马克拉姆教授和他的团队用代数拓扑学重构了大脑模型，结果把所有人都吓傻了。他们发现，当你的大脑处理信息时，神经元会瞬间连接成一个团，科学家管它叫 cliques。 这些团会构建出极其复杂的几何结构，不是3维，也不是4维，最高的时候，它们能构建出11维的结构。就在此时此刻，你的大脑在思考的一瞬间，它在物理上构建了一座11维的城堡，然后瞬间崩塌，回到3维。为什么？为什么拥有11维的算力，却只给你看3维的画面？答案很简单，为了保命。在进化的草原上，如果一只老虎向你扑来，你需要知道它的11维弦论方程吗？你需要看到它背后折叠的时空吗？不，你只需要知道它在前面，它很饿，快跑。高维信息是噪音，3维世界是经过极度压缩的用户界面。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残酷的剪辑师，为了让你活下去，它删掉了 99% 的真相，它只留下了最简单的3维投影。它欺骗了你，是为了保护你。但偶尔这个过滤器会出 bug。 历史上那些疯狂的天才，比如拉马努金，那些凭空写出几千个公式却死活说不出证明过程的人，我们常说这是直觉，但也许他们不是算出来的，他们是看见了。他们的大脑忘记了崩塌，那一瞬间的降维阀门失效了，他们瞥见了一眼那个11维的真实世界，即使只是一眼，也足以让他们在3维世界里被当成神，或者被当成疯子。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红点是高维投影，引力在泄露，我们的大脑在疯狂降维，那么我们到底在哪里？
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立体的深邃的宇宙里吗？斯坦福大学的伦纳德·萨斯坎德，这位现代物理学的教父，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全息原理，他在课上经常拿一个金枪鱼罐头做比喻。你以为罐头里有鱼、有油、有香料，是三维的，但如果我告诉你，罐头里面其实是空的呢？真正的鱼只存在于罐头表面的那张纸标签上，里面那个三维的鱼只是标签上二维数据投射出来的全息影像。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数学上它是成立的。我们的宇宙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罐头，所有的物理法则，所有的物质，甚至此时此刻的你和我，可能只是宇宙边缘那张二维膜上的一串代码。这解释了一切，真的，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所有诡异的事情都说得通了。为什么那个小红点如此诡异？为什么它质量大的不讲道理？为什么它看起来像个违反物理定律的怪物？因为它就是一个 bug。韦伯望远镜并没有看向宇宙深处，它看向了那个投影仪的灯泡。那个红点就是这台巨大的宇宙计算机屏幕上的一个死像素，一个数据溢出的坏点。我们这群可怜的人类拼命研究它的密度、光谱、质量，这就像是超级玛丽里的角色在拼命研究屏幕上的一个坏点为什么不发光，毫无意义。它不是天体，它是系统的边界。现在看着你的屏幕，摸摸你的键盘或者你的手机，那个触感是真实的吗？还是说你也是那个高维硬盘里一段正在被读取的数据？也许你也只是一个投影。如果是，希望你还没被删除。在这个算法构成的巨大迷宫里，为了不让我们再次失联，请保持信号同步。欢迎订阅、按赞并打开小铃铛。我是基点维度，祝你真实